兄弟们，下班了啊！相亲我跟你们讲过很多遍，重点一定是筛选，选人很重要。娶错妻毁三代，给别人相亲这么多年啊，给你们几点建议。哎，老阿姨今天有空啊，有些人是坚决娶不得的。第一种呢是情绪不稳定的人，我之前很多期我都有讲过，两个人谈恋爱你能不能走得长久啊，真的是跟情绪有关系。婚姻当中鸡零狗碎的事情太多了，稍有一点事情就能炸包，这3天2头的吵架，今天跟你谈结婚，明天就要跟你提分手。时间长了，你自己都会觉得很累的。面对这段感情，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兄弟们，真的，再怎么爱也要放手。找个情绪稳定的人真的太重要了。遇事可以商量，和平相处，不会被感情内耗。不用动不动就看人脸色，被发脾气。不是说男人都喜欢在楼下的车里抽支烟才回家吗？哎，你要找个情绪不稳定的，我建议你得提前买个房车，这样能够在楼下待的时间能更长一点。第二呢，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。不要找很容易激发你极端情绪的人。前一段时间啊，我去劝架，有一对男女吵架，那女方说话很难听，带刺啊，不依不饶，你怎么劝他就不听，直到这男方被逼急了，一气之下把手机摔了，把家具给砸了，变得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他又站出来去指责你。你看，你情绪不稳，有暴力倾向，以此又来指责你的不是。这种人日常相处嘴很毒的，逼不死你不算完。有的时候啊，人的情绪真的是被逼出来的。为求长命百岁啊，劝你是远离嘴毒的人。第三种啊，远离谎话连篇的人。这种人很恐怖啊，你不要去听什么善意的还是有意为之的。我接触这么多人，我始终都认为诚实的人才是最可靠的。前一天我接了一个情感咨询，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。有一对男女朋友啊，两人异地，这男友给女友晚上打电话，他要么不接，要么在忙，要么没听见，要么手机静音等等啊。男士呢就不放心，就让他给发微信，发个实时定位。这姑娘很生气啊，上来就指责男方，哎，你不相信他。两人呢就为此大吵一架。第二天这男友考虑一下啊，想去道个歉，就去找他，发现他没在家里。这姑娘呢就打电话说啊，自己开车去了外地，男友要打视频，女友挂了，说自己车被撞了要忙。哎呀，这男友担心他呢，又去找他，他又很烦，去指责男士不要多管闲事，又说车撞的不厉害，一会儿就能开了。总之各种谎话连篇，你听了都很搞笑啊。这种爱说谎的人，他们会不受控制的撒谎，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。他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借口啊，哪怕是那些实际上不需要借口的事情，他们编瞎话的能力啊，永远都比你问的要快。他们总是会指责别人，反正错永远都不会是他们的。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合理上，而不会做出很多实际性的改进。哪怕谎言当时被撞破，他们也不会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后悔或者羞耻。这种人啊，娶回去你身边得配个元芳哎。第四种呢，不会解决矛盾的人。你们记住啊，一段关系能不能进入到婚姻，不是看你们多幸福的时候，而是看你们有多糟糕的时候，一定是看你们是否具备化解矛盾的能力。婚姻它不是1年2年，而是几十年。你会发现幸福的人他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遇到矛盾会冷静处理，沟通解决，而不幸福的婚姻啊，遇到矛盾不会听对方说什么的，一味啊只会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说着很多消极的话，伤及你的自尊。当你去尝试让你们之间的沟通变得有效一些的时候，要么被对方冷处理，要么战争升级。这个时候你必须马上道歉和谅解，如果不这样做，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。所以啊，为什么不要让你们闪婚？多了解一下两人的相处模式，看看和对方吵架的时候，对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，这个很重要，可以决定你能不能跟这个人走一辈子，以及能够走多远。第五种呢，生活当中经常跟你谈钱的人，你要谨慎啊。我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月薪3000啊，化妆品都是几千的，那时尚衣服都没有低于下千，包包都是上万的，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她的追求者里面那里要来的。所以你要会看人，朋友圈里经常晒着名媛生活的，自己却是拿着月薪3000的人，这种要不得。和你接触的过程当中，谈钱会让他开心，没钱就撂脸子的也撂不得。捞女太多，注意防渣。没确认关系啊，不要太主动给人家送很多东西。遇到礼尚往来的姑娘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哎呀，我唠着天黑了。总之呢，鞋合不合适脚知道，不要闪婚，多相处一段时间，去看看这段关系。如果它让你莫名的感到焦虑和恐慌，甚至心累，那这段感情要不得。宝子们，散会。阿丽娘啊，真的我太难了，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啊，别来找我。本人这庙小，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，也原谅我啊，能力有限，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。你们再来上香，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。有个女孩子34岁，个子在160左右啊，偏瘦，本科文凭，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。我是给她相了整整5年了5年，至今还都是单身，也谈了不少男朋友，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。不是嫌男方文凭低，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，要么嫌长得不帅，总之是挑肥拣瘦的。
他自己也焦虑的不行了，怕找不到好的，又怕生不出孩子，反正啊，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他介绍了，都知道他很挑。他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，他未婚啊就不甘心找离异的。反正啊，我们这边啊婚恋圈都知道他，各类男士都让他相了个遍啊。他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，研究生最好，体制内公务员，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，颜值高，哎呀，三观一致有眼缘，最主要还得让他心动啊！你不得逼死我吗？哎呀，我得往 ICU 走啊！我听完啊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？我给你这样能找到，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啊，那不太难了吗？我拒绝了很多次啊，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。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、2个条件啊，他就不同意，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。我就很生气啊！你不放弃，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哎呀，他说不信，哎，因为自己条件好嘛，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。哎呀，我这一听，那怎么才能算心动啊？他说帅，情商高。还没说完啊，真的，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啊，没治了。人家帅的公务员，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，还能轮得着你吗？他愣是给我来了句啊，我圆脸显年轻，化妆了我也不差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就算是个法拉利，他开了15年了，发动机得生个锈，搞不好再漏个油，你停个电你咋办呢？你能跟新车相比吗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，一见面就哭呀，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呀，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。家里还有个亲戚，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，他俩就爱搁一块玩。哎呀，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，气的啊，他那个亲戚啊也头疼，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啊。如果再过几年，你即便结婚了，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呀。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，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，你这条件啊，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，他不甘心，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？要么你就降低要求啊，找大龄剩男，他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，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。你真的啊，听他话你都能气得够呛啊。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？他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？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。哎呀，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啊！哎，头昏。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啊，我就劝他，哎呀，你快别挑了，再挑停水停电你都更没得挑了。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呀，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。说着妥协，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，1000个不愿意。另外他还有一个87年的，今年有36、7岁了啊，也还是未婚，一个闺蜜，她要给我介绍过来。我一听，哎呀，那可不行啊，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，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。真的，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啊，我都条件性反射。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啊，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啊，千万别来找我了。散会。不得不呢，话可以说的不好听，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。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又吵起来了。哎呀，那有一个男士在群里发了个征婚信息啊，说自己今年是34岁，身高有个170吧，体重150斤左右，985本科，上市公司做管理啊，这一年税后有个15万左右。他呢就想找个性格好、工作稳定的女孩子。哎呀，那群里一发呀，有不少姑娘就问他呀，对学历、对工作有没有要求啊？哎，他说这个本科以上啊，事业单位优先。于是啊，就有不少女孩子应该是私下加了他。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呀，这32岁，在银行工作的，加他之后啊，就介绍了一下自己啊，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男士，想跟这个男士认识一下。哎呀，人男士一上来就问他呀，可以问个私密一点的问题吗？这姑娘呢就回复了一个很尴尬的表情包啊，然后就说了个可以。男士就问他谈过几个男朋友，姑娘说谈过4个。男士又问他呀，有过婚前同居吗？姑娘就说啊有，前任同居了半年。问他为什么分了呀？姑娘就说啊，这俩人性格不合适，经常有矛盾，这男方冷暴力等等。哎，聊到这儿啊，这个男士接着就回复他了啊，觉得2个人不合适，他觉得呀，这婚前同居啊，他接受不了，女方不在，把这姑娘给气的啊，直接刷一下把聊天记录就给发群里去了，直接就生怼这个男士啊，怪不得娶不上老婆。哎呀，这群里就炸了啊，好多姑娘就出来了，指责男士啊，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婚前同居怎么了？就不是好姑娘了？那你们男人自己还同居过，不也自认为自己是好男人吗？群里一看吵架了啊，有的人就劝和，哎，有的人就看热闹，包括我啊，不是，我是劝和的啊。男士这边呢就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，我心里呢确实接受不了我老婆曾经跟别的男人一起同居过，我精神有洁癖，那是我的问题，有能看上我的呢我就好好对待，看不上我的那就找别人。说完这群里啊就开始有人站男方，对，我支持啊，婚前同居啊那不就是二婚了，吃住在一起，指不定都有过孩子了，谁都不愿意承担风险吧，不能找婚前同居过的。有人呢就站对立面，说这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，这婚前同居的可以提前试婚啊，看看2个人的脾气性格合不合适，哎，夫妻生活呀合不和谐，这都可以避免以后因为这些离婚嘛。
反正啊，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。哎呀，一觉醒来，群消息999，最后以男方主动退群结束了这场战争啊。这个婚前同居，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，我这个人不爱讲鸡汤，我就很愿意给你们讲现实层面的。很多男人女人来找对象的时候啊，除了那些有处女情节的，特别要求我要找处子之身的，大多数啊都是不想找有过同居史的。男方考虑比较多的就是同居的时间越长啊，这女方啊有可能怀过啊，其次就觉得女方不在，心里很难接受自己老婆曾经跟一个男人共同生活过。而女方呢，也有很多同样接受不了有同居史的男人，觉得男方你对感情太随便了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啊，提前过婚姻生活。所以说呀，这婚恋市场上，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过这个同居史，基本都很介意啊对方啊有同居经历的。大家都去选择刻意的去隐瞒。这有人就说啊，哎呀，这情侣之间平常相处的太短嘛，没办法了解两个人生活习惯、性格是否磨合，想要婚前试婚，觉得合适呢就结，不合适啊也不用离婚，直接分手，成本很低啊。先说我自己的观点啊，仅代表我自己。我可不想被网暴，我是不支持婚前同居的。爱情啊，它本身就有滤镜，你是对未来有幻想的，但是在一起生活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一地鸡毛。过早的去暴露出自己的缺点，会让你们的感情快速终结的。你有同居史啊，不论男女，你步入婚恋市场都会被嫌弃，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话语权了。哎呀，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和对方同居才能够了解其为人的，那我真觉得你不够聪明。人品是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，而不是通过同居。性格的磨合也不是通过同居，而是互相理解和包容。学会自爱，保护好自己，才会让别人值得尊重你的。当然呢，每个人理念不同，求同存异嘛。我们也不要去拿道德标准去随意的去攻击他人。有过同居史，你接受就继续谈嘛，不接受就各生欢喜，不对别人口诛笔伐，那才是成熟。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，我只能保护好自己啊，所以我不接受婚前同居。散会。